歡迎翻到嚟我嘅 YouTube channel， 歡迎嚟到阿根廷。你仲記唔記得10年前嘅你係點嘅呢？嗰陣時對你嚟講最重要嘅係乜嘢呢？最想去嘅地方又係邊度？最愛嘅人係邊個？未來對你嚟講又係啲乜嘢呢？10年前，當時我仲係一個對世界好好奇嘅大學生，我嘅夢想係環遊世界，所以一個人孭住個 backpack 就嚟咗南美洲旅行3個月。而喺嗰趟旅程入面，令我最難忘嘅地方就係呢一座城——阿根廷嘅首都 Buenos Aires。10年過後，或者好多嘢都唔同咗。今日嘅我已經唔再係當日嗰個嘅少女，但係冇變過嘅就係我對呢一座城市嘅熱愛。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嘅首都，亦都係成個南美洲最具歐洲風情嘅城市之一，因此佢亦都有另一個稱號，叫做南美嘅巴黎。Buenos Aires 呢個名喺西班牙文嘅意思即係好空氣，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一座城俾人嘅印象遠超於此。呢一度係 Tango 嘅誕生地，亦都係文學、藝術同埋足球嘅重鎮。喺條街度行，周圍都可以睇到19世紀歐式建築，有時候仲會錯覺自己係咪身處喺巴黎，亦或係馬德里。但係與此同時，呢一個城嘅節奏、色彩同埋人情味又非常之拉丁，所以呢一座城令我最迷戀嘅呢，就係佢獨特嘅步調，喧鬧又悠閒，熱情又浪漫，充滿藝術，充滿矛盾。每一條街，每一場 Tango， 每一場足球比賽，甚至係每一杯咖啡，都好似講緊屬於佢獨特嘅故事咁樣。呢個亦都係點解10年後嘅我依然非常之期待翻嚟呢一度。Buenos Aires， 我哋而家又預備去開箱呢間新嘅 Airbnb。我哋未來3晚嘅住宿。今日咧係除夕啊，12月31號，我哋啱啱落機咧嚟到 Buenos Aires。咁本身我哋其實住呢區咧，附近係應該有好多嘢食嘅，但係因為除夕嘅關係咧，好多鋪頭都閂。咁我哋就見到呢度有一間係開喎，咁就過嚟。咁佢一嚟就問我哋冇訂位啦，應該都幾 full，就唔知講乜，總之溝通唔到啦。佢最後就俾咗張台我哋睇，嘅意思應該係我哋一定要嗌呢一個即係除夕 dinner set 咯。但係佢頭先俾個 menu 我哋睇咧係唔知幾多錢嘅。我哋玩個遊戲，齊估下今日餐飯到底幾多錢？你估先？1200蚊一個人。你估1200？我估1500。邊個近啲就贏，邊個輸咗就請今晚餐飯。等等先，1200蚊、1500蚊喺阿根廷又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呢？咁就要趁機講講阿根廷而家瘋癲嘅物價啦。記得我10年前第一次嚟嘅時候，覺得所有嘢都好平。幾百蚊就可以食到一餐高級嘅牛扒，仲配埋紅酒。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係因為當時有樣嘢叫黑市匯率。所謂黑市匯率，即係遊客如果攞住美金 cash 喺街頭嘅某啲地方換錢，就可以換到比官方匯率多好多嘅錢。記得我2015年嚟嘅時候呢，當時嘅黑市匯率大概係官方匯率嘅1.5至1.8倍。換言之，如果你喺黑市換錢嘅話，你就好似長期用緊 discount 去旅行咁樣，你嘅旅費就會平超級多啦。但係此情不在，2023年底打後，阿根廷有一位新總統上任，推動咗大規模嘅經濟改革。其中一樣重大嘅改革就係放寬外匯管制，結果呢，就係黑市匯率同埋官方匯率嘅差距越縮越細。以我去嘅2024年年底至2025年年初為例，當時嘅黑市同官方匯率基本上只係差幾個 percent，所以對於遊客嚟講，一切都變得貴咗好多。而家已經係11:59啦，就快踏入新年啦！睇下餐廳嗰啲人到底會唔會舉杯慶祝？結果到我哋自己。Happy New Year！
冇乜試過喺外地過新年，可能近呢10年8年都冇。係咪真係會俾啊？Yes， 係咪真係會俾㗎？可能唔係啊。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Buenos Aires。咁今日咧係呢個2025年嘅1月1日啦。咁我哋嚟到之後，發現呢度1月1日大部分嘅餐廳、商鋪、景點都係唔開嘅。咁我上網睇有咩最大機會開咧？係嗰個呢度好出名嘅景點，係 Recoleta 嗰個墳場。Cementerio de la Recoleta， 與其話佢係一座普通嘅墳場，其實佢更加似一座露天嘅雕塑博物館。入面有超過4000座家族陵墓，好多都係由大理石打造，風格各異，有哥德式、巴洛克式等等，每一座都好似藝術品一樣咁精緻。至於點解呢一座墳場會咁出名呢？係因為入面埋葬嘅幾乎都係阿根廷歷史上面一啲重要嘅人物，總統、將軍、作家、藝術家等等。我哋而家就入咗去呢個墳場入面啦。入嚟嘅時候，即係買飛嘅時候咧，佢俾咗張 map 我哋嘅。咁嗰張 map 入邊咧就寫咗，應該係 mark 咗一啲名人嘅墳墓喺邊度啦。咁但係因為咧，其實佢10個9個嗰啲名人我都孤陋寡聞唔成，咁所以我哋就決定係就咁喺度 random 咁樣行。但係其實如果有興趣嘅人咧，係可以 join 一啲 guided tour， 咁佢就會介紹俾你知到底嗰啲名人嘅歷史係點啊，佢個墳墓係點啊。每一個人嚟呢度唔會錯過嘅咧，就係 Evita 嘅墳墓。Evita 佢嘅原名係 Eva Perón， 係阿根廷嘅前第一夫人，亦都係呢一個國家最具傳奇性嘅女性之一。原本出身貧寒嘅佢，年輕嘅時候係一位演員，後嚟同將軍 Juan Perón 結婚，成為咗第一夫人。然而佢唔只係總統嘅夫人咁簡單，仲係一位真正參與政治嘅公眾人物。當年嘅佢積極推動女性投票權、勞工權益等等，被好多人視為窮人同埋弱勢嘅代言人。可惜1952年佢因病去世，年僅33歲，全國為佢哀悼。雖然佢嘅一生非常之短暫，有人崇拜佢，亦都有人批評佢，但係無論如何，相信冇人能夠否認佢對於阿根廷呢個國家嘅影響。佢嘅故事甚至被改編成為音樂劇 Evita， 後嚟仲被拍成電影，由麥當娜主演，其中嗰首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可能你都有聽過。今日 Evita 長眠於呢一個 Recoleta 墓園嘅某個角落，冇浮誇嘅雕像，只有一塊低調嘅銅牌，但係每日有好多人慕名前來揾佢，喺佢嘅墓前放上一朵鮮花。對於好多阿根廷人嚟講， Evita 唔只係一個歷史人物，更加係阿根廷政治史上面最具象徵性嘅存在。2025年嘅第一餐，我哋係食我最中意嘅麥記啊！我嗌咗呢度嘅常規，唔係特別包 Bacon Cheddar Magnet。呢度咧就係 Buenos Aires 嘅 National Library， 咁其實佢其中一個出名或者吸引我哋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嘅建築風格係 Brutalist 嘅建築。雖然我對建築其實毫無研究啦，亦都唔係建築嘅 expert 啦，但係之前咧睇過好多網上嘅文章都有介紹過呢個地方嘅。頭先有提過 Evita， 又點可以唔提 Casa Rosada 粉紅宮呢？粉紅宮其實係總統府，雖然佢嘅規模唔算大，但係歷史同埋政治地位佢係一啲都唔可以忽視。例如係當年 Evita 就係企喺呢一個露台上邊，對前面5月廣場嘅群眾發表演說。
對面呢一間叫做 Caffè Tortoni， 咁今日係1月1日，佢冇開啦。但係其實我上次嚟嘅時候係有入過去嘅。咁呢一間 cafe 有咩咁出名呢？就係因為佢歷史非常之悠久，創立於1858年，曾經係文人啊、藝術家、政治人物等等經常會嚟嘅聚會場所。所以呢，佢唔係淨係一間普通 cafe 咁簡單，而係一個文化地標嚟嘅。雖然而家嘅佢非常之遊客化，但係我覺得呢都值得入去睇嘅，因為佢入邊嘅裝修呢保留咗19世紀嘅古典風格，所以一入去呢係會有一種好似穿越翻到去過去，睇到阿根廷好輝煌嘅年代嘅感覺。而要感受阿根廷曾經嘅輝煌，仲可以行去 Caffè Tortoni 附近嘅7月9日大道。呢一條街係喺20世紀初阿根廷經濟文化進入黃金時代嘅背景之下建設嘅。當時嘅阿根廷曾經係世界上最有錢嘅國家之一，首都 Buenos Aires 被稱為南美嘅巴黎。有唔少人甚至會覺得呢一條街有啲似巴黎嘅香榭麗舍大街。喺我身後嘅呢條就係世界上最闊嘅馬路啦，總共有16條行車線咁多嘅。16條行車線真係就算要過馬路都要等好幾個紅綠燈。至於呢條街個名係點嚟嘅呢？其實係因為7月9日係阿根廷嘅獨立紀念日，所以呢條街並唔只係 Buenos Aires 嘅主要交通幹道，仲有非常之強烈嘅歷史象徵。頭先出面突然間風雲變色，而家個天係勁黑。所以我哋就求其揾咗一間係喺1月1號依然有開門嘅 cafe。原來真係唔係咁容易，喺1月1號要揾係仲營業緊嘅 cafe。嗌咗呢個係凍檸茶，咩嚟㗎呢啲？你嗌㗎？佢俾嘅，原來出邊係黃色暴雨，入到嚟睇到呢個電視先知。When it was your first time? Wow, many years ago, 2015. Okay,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come back? We went to Patagonia, and then I really liked Argentina. You really like Yes. it? Okay, good. And how it is so far this trip? How was the hiking? It was tiring, but we have recovered now. 今晚我哋喺網上訂咗一個好特別又非常之阿根廷嘅 experience， 就係 asado 啦。asado 係阿根廷嘅傳統燒烤，但係其實佢唔只係一餐飯咁簡單。對於阿根廷人嚟講，佢直頭係生活嘅方式，係朋友同埋屋企人聚埋一齊嘅時光。而 asado 食嘅呢，通常都係牛肉嘅各種部位啦。成個過程會由一位叫 asador 嘅人去負責，佢就好似成餐飯嘅主廚咁樣，由升火、擺肉、烤肉都係由佢控制，慢慢嚟，係唔可以急嘅。所以有時候一場 asado 係可以由晏晝一路食到夜晚。如果你哋係諗住嚟阿根廷嘅話，其實我非常之推介呢一個 experience， 因為除咗可以體驗到 asado 嘅文化，host 亦都喺成個過程入面分享咗好多阿根廷飲食嘅文化俾我哋知。仲有呢，就係其實佢嘅肉真係好好食，我甚至覺得呢一餐 asado 係好食過你陣間會喺條片度睇到嘅全世界排名第1扒房嘅牛扒。係真係好好食，所以非常非常之推薦。我哋而家去緊 San Telmo Market， 因為今日咧唔係星期日啦，係閒日。所以可能 market 有好多嘢都冇開，即係可能淨係中央嗰個 market 個大樓先有開。因為如果星期日嘅話咧，呢度係好多周圍橫街都係開滿晒攤檔啊、手作市集咁樣款。San Telmo Market 建於1897年，位於 Buenos Aires 入面最古老嘅地區之一 San Telmo。呢個區本來係移民聚集嘅地方，而家就變成咗一個充滿懷舊氣氛嘅小區。呢度好似西班牙，
覺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咁樣嘅市場，中間都係食 tapas。我記得我上次嚟嘅時候喺度買咗好多皮革製品送俾朋友。呢度係尋日食飯，佢哋攞嚟斟酒嘅杯，好靚啊！呢間嘢啲嘢。嚟過拉美嘅朋友應該都唔會對 Dulce de Leche 陌生㗎啦。呢度就有一間 Dulce de Leche and Co， 就賣好多 Dulce de Leche 嘅製品。呢度係 La Boca， 呢條街咧就係成個 La Boca， 即係保加區最出名嘅一條街噶啦。因為咧條街周圍嘅建築物全部都油上咗七彩顏色，所以好多遊客咧都會喺呢度同呢啲顏色鮮豔嘅建築物影相。呢度係 Buenos Aires。記得我10年前曾經喺呢個位度影過相，你覺得我可唔可以影返一張一模一樣嘅呢？除咗有一條充滿色彩嘅街道 La Boca， 仲係足球嘅聖地。呢度係阿根廷超級出名嘅球隊 Boca Juniors 小保加嘅主場館所在地，所以呢個區係唔少球迷嘅朝聖地。不過坦白講，我覺得就算唔係球迷，其實都非常之值得嚟呢度嘅，因為一踏入呢個區呢，其實已經充分地感受到嗰種阿根廷嘅足球熱血氣氛，係同 Buenos Aires 其他所有嘅區都非常之唔同。我哋而家行緊去小保加嘅主場館。我哋而家排緊隊，唔係入去個場館，係入去個場館嘅紀念品店，超多人。唔係喎，原來呢條隊咧係排隊買飛入場去參觀 Museum 加 Stadium Tour， 但係其實應該可以上網買飛喎，所以唔知點解大家都排隊。入嚟咧就有一條長廊啦，有好多啲球員嘅紙牌，好多阿根廷人同佢合照啦。但係可惜我孤陋寡聞啦，對呢隊球隊除咗聽過個名之外，其實我唔係好認識佢啲球員。佢有兩隻飛嘅，一隻係有 Stadium Tour 啦，一隻就係就咁 Museum加 Visitor Express。咁我哋就係買咗就咁 Museum 嗰一種，咁但係其實都可以出嚟嘅 Stadium 嗰度睇嘅。其實更加謝慶嘅呢，就係喺呢一個 stadium 入面睇一場真實嘅球賽。可惜今次我遇唔啱球季嘅時間啦。不過唔緊要啦，好彩嘅就係我10年前嚟嘅時候呢，都睇咗另一隊，就係小保加嘅死敵河床主場嘅比賽。
住落嚟呢個景點可能大家都有聽過，一行入嚟呢度你會以為自己置身於劇院，但係再睇真一啲你就會發現劇院入面擺嘅並唔係座位，而係一個又一個嘅書架。我而家喺呢個人稱世界最靚嘅書店入邊。冇錯，因為呢度係一間由劇院改建而成嘅書店。書店嘅前身係一座建於1919年嘅劇院，曾經係 Buenos Aires 最熱鬧嘅表演場地之一。雖然而家嘅佢已經冇表演睇，但係依然保留咗劇院當時嘅天花板壁畫、包廂座位，甚至係舞台。只不過而家嘅舞台再唔係演員上場嘅地方，而係一間可以俾你坐低睇下書、飲杯咖啡嘅 cafe。呢間書店曾經被衛報選為全世界第2靚嘅書店，你又認唔認同呢？Don Julio 連續2年榮獲全球最佳牛扒餐廳嘅首位，喺 World's 50 Best Restaurants 嗰個 list 度，佢亦都連續2年獲得全球第10名嘅榮譽，仲獲選成為拉丁美洲最佳餐廳。咁多嘅名譽，到底佢嘅牛扒係咪真係特別地好食呢？幾好食，但係又未去到驚為天人。係一間唔錯嘅扒房，但係係咪去到呢個世界上最好嘅扒房呢？雖然頭先呢嗰餐飯喺 Don Julio 嗰餐飯冇想象中咁飽啦，但係其實係幾抵食嘅，因為我哋頭先最後埋單係1500港幣到啦，2條友飲咗1杯酒，有食甜品。但係我哋就2個人 share 一個扒，因為以我哋嘅食量呢，一個扒2個人分已經好夠。但係我哋就要嗌到 size 又嗌前菜，所以其實 overall 成件事係性價比係頗高，因為可能香港嘅扒其實真係唔平。我哋而家喺一間叫做火乾沙道嘅地方，預備食一個1、2、3、4、5、6、7、8、9個 course 嘅 tasting menu，好期待。呢個係變奏版嘅 chori pan，chori pan 係佢哋夾住嗰啲 sausage 喺個包嗰度。咁呢個咧係一個好細塊包喺下邊，然後上邊咧就有一個腸，就係個 sausage。
Dulce de leche 嘅 pancake， 我可以 mix with cream 同埋 Patagonia berries。就係咁，我哋喺阿根廷嘅日子嚟到咗尾聲。布宜諾斯艾利斯呢一座城市對於我嚟講，遠超於呢一條影片能夠表達到嘅。佢係一種節奏，一種靈魂，一種色彩，一座會令你一再回憶嘅城市。如果你同我一樣中意呢一種矛盾感，中意食牛扒，中意飲紅酒，中意睇 Tango 睇球賽，咁我相信你都會同我一樣中意 Buenos Aires。Buenos Aires, hasta la próxima， 下次再見。呢度就係我哋嘅 Airbnb 啦。咁佢有一個小嘅露台，然後呢，其實佢係好似一個 loft 咁樣嘅設計嘅，樓中樓。上面嗰半層呢，就係睡房啦。其實我好中意呢間 Airbnb， 因為佢光線非常充足，亦都好舒服。咁呢一間 Airbnb 嘅位置其實就係喺 Palermo Soho 嘅呢一個區。